瞒着老婆沈月，入职他所在的公司做人事。没想到上班第3天，我竟然在系统里看见了沈月的婚嫁申请。沈月，我亲手给你批的婚嫁，你可得好好办。哥几个来沾沾喜气。恭喜江助理，不对，现在该叫新郎官了。林哥，周一的婚礼你一定要来啊！恭喜，真甜，甜得发苦。哇，浩宇，你这手表真不错，女朋友送的？是月姐送的，她说我气质好，戴这个合适。老公，对不起啊，你送我的结婚1周年纪念手表，我不小心在出差时弄丢了。我保证以后一定给你补个更好的。原来手表没丢，是送给了情夫。月姐还说这款表的设计理念是永恒，代表了她对我的心意。沈总监也太用心了，这么浪漫的女人，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。老婆，我们结婚2周年，买一对有特殊意义的情侣表，好不好？都是结了婚的人了，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做什么？有这钱不如存着。月姐工作虽然忙，但每天下班都会绕路，去我最爱吃的那家店买刚出炉的芝士蛋糕送来。老婆，你下班顺路能不能帮我买点楼下的芝士蛋糕？那么远，绕路不麻烦吗？我上1天班够累了，你别作了行不行？沈月不是嫌麻烦，是嫌为我麻烦。月姐还答应我，等结了婚，家里的财政大权都交给我，以后钱都归我管。而我的工资卡，在结婚第3天就被沈月以女人管钱家庭才稳固为由强行收走。林哥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沈总监对你真好。你们一定会非常幸福的。借林哥吉言，到时候一定要来喝喜酒。回来了，快去洗手，马上开饭。工作找的怎么样了？还在看，不着急。不着急，慢慢来，我养得起你。养得起我，我每个月只有2000块零用钱，而江浩宇手腕上那块表，我哪怕2年不吃不喝也买不起。对了，有件事跟你说一下，公司安排我出差去一趟海南，大概半个月。这么久？那边有个项目要跟进，很重要，明天走。你说谎的样子，居然能做到如此滴水不漏。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要不要我帮你？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你多吃点，最近都瘦了。怎么了？饭菜不合胃口？可能今天有点累。累？你上1天班回来喊累，我上了1天班回来还要给你做饭，我喊累了吗？沈月，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好好聊过了？
聊什么？我这不正跟你聊着吗？公司一堆事儿，回来还要伺候你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林浩，你别不知足。去海南带几件夏天的衣服就行。新买的箱子，这箱子是新的。之前的那个轮子坏了，出差顺便买的。这件领口有点黄了，换一件吧。药带了吗？你的胃不好。带了，早点睡，我明天一早的飞机。小林，在大群发个通知，为祝贺市场部沈总监新婚，下周一全体放假一天，所有人务必到场喝喜酒。具体酒店和时间，等会儿让沈总监发群里。恭喜沈总监，新婚快乐！别吵了啊，太幸好了。林哥，你来了。恭喜沈总监。阳光正好，我们迎来了最般配的新人，有请新郎新娘入场。新娘真美，江先生福气真好。可不是，听说沈总监为了这场婚礼花了大钱，光这婚纱就得几十万呢。在他们许下神圣诺言前，我们先看大屏幕，回顾一下新人的甜蜜点滴。你是谁？沈月，你是不是忘了我们还没离婚？大家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沈月的合法丈夫林浩。月姐，他是谁？他在说什么？林浩，别闹了，跟我回家。回家？回哪个家？是我们在城西住了3年的家，还是你在城南给江先生新买的家？你疯了！你是哪里来的疯子，来捣乱我女儿的婚礼？妈，不认识我，我是林浩，你女婿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婿，不知廉耻，跑到这里来撒野！把他给我拉下去，别让他在这丢人现眼！沈月，让你爸妈住手！你今天是打算重婚，还是打算让你父母打死你的战配？林浩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
叔叔阿姨，你们知道沈月已婚吗？你们知道让儿子娶一个有妇之妻是犯法的吗？你胡说！看清楚了吗？我林浩和沈月3年前领的证，法律上我才是她唯一的丈夫。那你算什么？不是的，月姐说她没结过婚，她说她等着我。她说你就信？你带的表是她弄丢的婚表，住的金江府是用我俩共同账户租的，连你每天吃的芝士蛋糕也是我家楼下买的，那可是我最讨厌的甜食。够了，林浩，你给我闭嘴，别说了！沈总监的大喜日子，我这当老公的当然要送份大礼。沈月，你拿着我们存了3年，准备给孩子换学区房的血汗钱去养小白脸，可真大方。什么？共同账户不是普通转账啊？刚才不是说未婚吗？现在连孩子都有了。这笔钱是我和沈月存了3年，准备给孩子换学区房的钱。给孩子换学区房的钱都敢动，这不就是拿孩子的钱养男人吗？林浩，你别把话说的这么难听。难听？那你告诉大家，这些钱是不是从我们共同账户转出去的？是不是转给江浩宇的？浩宇不知道这些钱的来源，是我自己愿意转给他的。他还护着他，不先解释孩子的钱，先替江浩宇撇清。我以为那是沈月自己的钱，她说她经济独立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有丈夫，更不知道那是孩子的钱。你不知道她有丈夫，所以你敢和她办婚礼；你不知道钱的来源，所以你敢收一笔又一笔。江浩宇，你收的挺顺手。林浩，你够了！今天是婚礼，你非要把所有人都逼死吗？今天是你和江浩宇的婚礼，可你还没和我离婚。他在公司是市场部总监，体面能干，可他用未婚身份请婚假，用夫妻共同财产给助理铺路，还把孩子的学区房钱转出去。太离谱了！平时还在公司装单身女强人。哼，江浩宇不是他助理吗？难怪进公司以后资源那么好。林浩，家里的事回家说，你在这里闹够了没有？家里的事儿？刚才沈月以未婚身份嫁人时，你怎么不说这是家里的事儿？你少在这里装可怜，那些钱是沈月赚的，她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。共同账户里也有我的工资，每一分我都是为了孩子存的。妈，别说了。心口痛。浩宇，你别下马！快叫救护车！我儿子有心脏病，要是他出了事儿，你负责！快叫救护车！浩宇，撑住！再怎么样也不能把人逼出病来吧？真要闹出人命，这男的也脱不了干系。林浩，你满意了吗？他抱着另一个男人，
问我满意了吗？你这个丧良心的东西，你非要把人逼死才高兴是不是？林浩，够了！今天已经闹成这样，你再继续就是故意刺激病人。对，就是他害的。要是真出了事，谁负责？报警！他们未必信江浩宇无辜，可只要心脏病压下来，所有证据都会暂时失守。把屏幕关了。王总，现在有人身体出问题，您还要让他继续闹吗？谁敢关？你还想干什么？你没看见浩宇都快喘不过气了吗？浩宇，别怕，救护车马上到。林浩，你有什么怨冲我来，别伤害无辜的人。无辜，大屏幕上每一笔转账都没换来他一句对不起。算了吧，有什么事法院解决，别在这儿闹出人命。孩子的钱重要，命也重要啊。你也知道命重要。你少阴阳怪气！他有心脏病，你刺激他就是杀人！你现在下台，要是继续闹，沈家和江家都不会放过你。谈什么？谈让我闭嘴！谈今天这一切都是我情绪失控。你本来就在失控。好。你还想拿什么害人？林浩，关掉！我让你关掉！林浩，先别冲动。你拿这个干什么？儿子哮喘进 ICU 那天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沈月，2年前，我们的孩子哮喘急性发作，被推进 ICU 那天，这份病危通知是我签的。那天我独自抱着孩子冲进医院，抢救红灯亮了一夜。护士催我联系家属，你却不接电话。医生把病危通知书塞给我时，我手抖，连名字都写不出来。我一个人守在冰冷的 ICU 门口等到天亮。沈月，你人在哪里？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孩子进 ICU 那天，沈月是他亲妈，我给他打了20多个电话，他一个都没接。张兰，你刚才说江浩宇有心脏病，让我别刺激他。那我的儿子呢？他那天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时候，谁替他说过一句话？林浩，今天这么多人在，你有话不能私下说吗？私下？我私下说过多少次？孩子出院后，我问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，你说公司有急事，手机静音，我信了。后来孩子半夜咳嗽，你嫌吵，抱着枕头去客房睡，我也忍了。再后来，你说我只会拿孩子绑架你，我还是忍。可今天你穿着婚纱站在这里给别人当信条，沈月，我不想再忍了。孩子进 ICU 抢救都不接电话，他刚才还哭江浩宇难受呢。亲生儿子病危，他居然在卖风流，这也太狠了。林浩，你够了！你非要把所有事都摊开吗？孩子最后不是抢救过来了吗？你现在拿孩子出来说，是不是太卑鄙了？所以在你眼里，只要他最后活下来了，你缺席就不算错。我那天真的有事。什么事儿？公司急事，客户应酬，还是和江浩宇有关？林哥，你别乱说，月姐那天只是……江浩宇，你看，你不是想不起来，你只是不敢说。林浩，你别逼我。我没有逼你，我只是替我们的孩子问一句：他在 ICU 里抢救的时候，他妈妈到底在哪里？
林浩，你非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吗？儿子进 ICU 那晚，我给你打了20多个电话，你说你在加班，不能回来，这就是你的加班？孩子抢救，他给助理办欢迎宴，这还是人吗？市场部总监，公司脸都被他丢完了吧？照片里还有公司的人，这不是私人饭局吧？这场欢迎宴是你以个人名义办的，还是部门名义？王总，我真的不舒服。对，先救人！浩宇有心脏病，林浩，你再逼他，就是要他的命！你也有今天。我儿子病危的时候，你女儿说江浩宇是自己人。孩子病危不算人，助理心口疼就要全场闭嘴。刚才那心脏病来得真巧，不就是拿病当挡箭牌吗？沈月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要再以公司市场部总监的身份说任何一句话。王总，闭嘴！今天到场的有员工、合作方和媒体。你未婚办婚礼算私德，但你把欢迎宴、部门关系和个人丑闻搅在一起，公司就不能装没看见。酒店赔偿、媒体封口、公司后续处分，马上处理。浩宇，坚持一下，救护车到了。沈月，你现在要跟他走。林浩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逼他？先去医院。你今天踏出这里，就别再跟我说什么夫妻。林浩，是你把事情闹成这样的。浩宇，要是真有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你等着！你害得我女儿身败名裂，我跟你没完！原配也太惨了，沈月这回完了吧？公司的人都在，王总脸都黑了，这事儿压不住。林浩，王总让我转告你，酒店这边的赔偿公司会先处理。今天现场有媒体和外部人员，相关内容我们也会尽量控制，麻烦了。还有，关于沈月的事儿，公司会启动正式流程。王总说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正式流程？他是公司总监，这种影响已经不是私人纠纷，尤其牵涉婚嫁申请、身份信息、公司声誉，后面肯定要查。如果需要我配合，我会去。那不是冲动，是选择。这里已经不是家了，这段婚姻剩下的只有清算。从今天起，属于我和儿子的东西，一分一厘，
我都不会再让沈月带走。林浩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公司文件上写的很明白，不是我听你的旨，是公司要查清楚你做过什么。我在公司干了这么多年，王总凭什么因为一场婚礼听我的旨？到现在你还觉得只是一场婚礼？你用未婚身份申请婚假，让全公司陪你和江浩宇演戏，那也是我的私事。姿势，你和我还没离婚就跟助理办婚礼，还拿夫妻共同财产给他买表、转账、订酒店。公司只是开除你已经算客气了。林浩，你非要把我逼死是不是？别把账算到我头上，路是你自己选的。林浩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月月已经够惨了，你还让公司开除他，你这是要断他的活路！他被开除是因为他做了公司不能容忍的事。要不是你在婚礼上闹，谁会知道？月月好好的总结被你害成这样，你满意了？这套房子婚后买的，首付、月供、装修大部分是我出的，车在我名下，存款流水我也查完了。沈月想带走1分钱，先把转给江浩宇的钱说清楚。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狠？月月没了工作，你还想让她净身出户？他跟江浩宇办婚礼的时候，念过旧情吗？沈国峰，你们来的正好。离婚协议我会让人准备，房子、车、存款归我，他转出去的夫妻共同财产也要追回来。你做梦！月月要是被你逼出事儿，我跟你拼命！够了，别再闹了。林浩，我们谈谈。就在这儿谈。这里不方便，沈月还在医院，江家也在。明天上午，医院楼下咖啡厅，我等你。你要离婚，要财产，我们当面说清楚。够了！别再闹了，林浩，我们谈谈。林浩，这些年你在沈家受委屈了。沈月做错了，她瞒着你做出这种事儿，是她不对。我们做父母的也没教好她。你跟沈月结婚这么多年，不管怎么说，总有感情。孩子也还小，你要是心里有气，冲我们来，别再把事儿往大了推。沈国峰，收起你的感情牌。沈月在公司利用职务便利，虚增项目物料套取会议费，非法获利54万。我国刑法第271条，职务侵占数额巨大，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。你少拿这个吓唬我们！吓唬！只要我把手里的材料提交给公司纪检经查，沈月这辈子就彻底毁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要离婚。沈月必须自愿放弃所有婚后财产，净身出户。这套婚房，他必须签署房产出售全权由委托我。他今天在上面签字，我走民事和解；他不签，我立刻去京深报案，拿他的资产换他的自由，你们自己选。林浩，房子和车子可以给你，存款能不能分他一半？他现在工作没了，外面又闹成这样，总得有点钱生活。所以你们沈家所谓的对不住我，就是先保住他的后路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她是孩子的妈，夫妻一场，没必要把人逼到绝路。
这是我给沈月转的学区房首付款，给孩子上学用。他转手给江浩宇买表、订酒店、办婚礼，还有礼服、蛋糕、生活转账。这些钱不是他一个人的，是我加班省下来的，是我儿子以后读书看病的钱。可婚内财产本来就有他一半，那他拿家里的钱给另一个男人办婚礼时，有没有想过他还有个儿子？孩子哮喘住院，谁签的病危通知书？我今天肯坐在这里，是因为你说沈家愿意认错。既然认错，就拿出代价。他签字，我按协议走；他不签，我就按证据走。你这是要把他往死里逼？不是我逼他，是他自己走到这里。你替他要一半存款，说明你们不是觉得他错了，只是想给他留东山再起的钱。如果沈月答应净身出户，你能不能保证不再把这些东西往外放？他签字，我按协议走；他不签，我就按证据走。好，净身出户，我先答应你，但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得把沈月和张兰劝住。不能签，实体协议签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房子居然已经被他挂牌上架了，他怎么动作这么快？爸，我也觉得他不放过我。这是你自找的。林浩手里的职务竞战证据一旦送去京查，你以为只是没钱这么简单？你得去坐牢。那也是他逼我的。林浩，你先别急，委托书既然已经生效挂牌了，实体协议他现在情绪激动，张兰一直拦着，我们能不能缓一天签？不缓，12点前拍下实体签字的照片给我，否则我随时撤销民事和解。我知道了。拖延对我没用，法律程序已经启动。沈家虽然还在想办法拖延实体协议，但我手里的房产处置授权书已经完成司法公证并且挂牌，沈月和沈国峰已经无法阻止房子的交易了。昨天还一口一个对不住我，今天一家人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缓缓，商量。你们想拖到我累，拖到我烦，拖到我为了离婚自己降条件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换锁了。沈国峰，我知道你们在不在都一样。你昨天答应我的话，从这一刻开始作废。谈判这条路根本走不通。沈月，你以为丢了工作就是最大的代价？不，那只是开始。沈家以为换了锁、关了机就能拖死我，但他们忘了，公司要清算沈月，系统就得给我开门。
李副总急着把王总的人连根拔起，这封授权信就是他正式递给我的搜查令，完全合规，合法调阅。沈月，你一边在三亚陪江浩宇度假，一边给公司报销海口的场地费，这可不是粗心，这是假公济私。现在想谈，晚了。这两个数字对不上。沈国峰，原来你欠的巨债是要靠你女儿从公司套现来填。利用职务便利，将公司项目款虚增，套取至自己父亲的壳公司，54万。沈月，我国刑法第271条职务侵占罪，数额较大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你这次真的把自己送进去了。李副总要这份材料，是为了在董事会上彻底打垮王总。如果我直接发给他，他会把这份材料当成政治筹码去和王总谈判，到时候他们高层达成妥协，沈月可能只会被开除，私下了结。我不能让他有任何私了的机会，他必须坐牢。小林，审计组要的材料整理的怎么样了？王总今天来公司了，我们动作要快。李总，材料已经封档，我这就给您送过去。林经理，李总在等您，王总刚刚也在里面。李总，这是合规一组交办的人事与差旅比对报告。沈月在海南项目中涉嫌虚构项目物料，套取资金54万，相关证据链已闭环。林浩，凡事留一线。沈月的事情，公司内部处分免职，追回赃款就行了，没必要闹到京沙去。王总，这恐怕由不得我们了。小林很规矩。这份报告在半小时前已经自动超传给了董事会监审会，现在这是公事。小林，事情办得漂亮，既合规又利落。我只是履行合规代表的职责。李总，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回去做离婚诉讼的财产保全准备了。去吧，不过只要你站在对的位置，公司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你的战役打赢了，而我的战役才刚开始。林哥，沈巍这次真的要坐牢了，听说经侦的人已经在路上了。林浩，
签，离婚协议我们今天就签。你能不能跟公司说一下，把警察的举报撤回来？公诉案件一经立案法办，绝无撤销可能。沈国峰，收起你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。至于离婚协议，我给你们最后3天时间，如果不签字，我将立刻启动民事诉讼，依法追讨沈月转移的所有夫妻共同财产。我们法院见。海南项目被查了，不是说沈月已经被开除了吗？怎么还查？这次好像不是冲他一个人来的。李副总接住了，只查沈月，王总还能把他推出去背锅，可先查项目流程，他就成了王总亲手扶上去的人。他原本最急着让沈月消失，现在不行了。海南项目还挂在他名下，开除他，董事会只会问一句：为什么急着切割？他胆子再大，也不可能一个人拿到海南项目。当初不是王总亲自拍板的吗？我记得会上有人反对，说沈月资历不够，王总还发了火。那这次就不是沈月一个人的事儿了。放下就出去。小林，你是人事经理，沈月的任命流程你应该最清楚。系统里都有记录，我只按流程调档。流程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一个市场部总监能不能独立负责海南项目，公司当时有没有评估过，这个总该有人说得清楚。李副总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董事会要的是事实，沈月犯错当然要查，但把不合适的人放在不合适的位置上，造成公司损失，就不是他一个人的错了。你这是借题发挥。题不是我出的。这把锁锁住沈月，也锁住王总。他们现在顾不上我，更大的仗已经有人替我去讨。意料之中。关于对 XX 同志违规违纪问题的通报。关于例对 X4 同志违规违纪问题的通报。用人失常，这4个字终于砍回王总身上了。那份匿名材料没有我的名字，我也没指望上面会写。可刀是我递出去的，现在握刀的人站到台前了。这回真不是开除一个沈月就能完事儿了。王总以前那么护他，海南项目出了这么大窟窿，董事会肯定要找人背。别说了，以前这些人连眼皮都懒得抬，现在却怕看见我。海南项目的反噬已经不只是沈月和王总的事了。
匿名举报不是终点，他把沈月推下去，把王总拉下水，也把我推到了新权力能看见的位置。旧秩序被砸开口子，王总的人开始自危，李副总的人开始露头，偏偏我站在缝中间。这个位置原来不只是我反击沈月的工具。林哥，我就是正常调岗，跟王总没关系吧？材料按流程交，有没有关系？不是我一句话能定。我跟沈月也不熟，海南项目我就是帮忙盖过一次流程章，具体的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王总那边的饭局我也没去过几次。沈月以前让我帮他催过合同，但我真不知道他私底下做了什么。江浩宇那事儿我从来没掺和，他请帖发到群里，我也只是随了个份子。王总提拔我是因为我业绩够，不是站队。王总提拔我是给我权限，现在这权限成了别人清算旧账最顺手的入口。所有重点岗位重新复核，不能漏。我也是王总任内入职，我也是王总任内入职，也是王总提上来的人事经理。林哥，系统权限改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早上8点半，干部档案、绩效调整、任免记录，全都要2次授权。还有，原来刀递出去的时候，脖子也放到刀口下面了。李副总那边要求人事部今天下班前整理王总经手过的人员资料，尤其是突击提拔和异常调薪。只要资料，还要经办记录。林哥，你这个任命也在里边。按要求整理，我的资料单独放最上面，审批流程、面试记录、入职档案，一份都别少。太无辜，想装傻；太锋利，又会被当成刀。刀用完了，也会被折断。我来这家公司，不是为了给谁当枪。所有复核资料按制度走，谁来问，都只说档案里能查到的。林哥，那要是问到匿名举报，人事部只管人事档案。林经理，李副总请你立刻到他办公室。林浩，
李副总让你现在过去一趟。王总刚降职，李副总第一天上任，所有跟王总沾边的人都在等刀落下来。小林啊，来得挺快，别紧张，今天不是谈处分。最近公司事儿多，辛苦你了。分内工作，沈月的事闹得难看，王总处理得急，后面又牵出海南项目，董事会很不满意。听说你进公司时间不长？是。可王总升你升得很快，一个新人刚经历那样的家事，转头就被评成人事经理，你觉得是能力还是补偿？王总怎么考虑，我不清楚。我只是按公司流程办事。流程？你很懂流程。入职资料、混价申请、项目报销、供应商附件，普通人看是一堆纸，你能把它们串起来。如果您觉得我哪里违规，可以按制度查。真要查你，就不会让你坐这儿喝茶。解释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以后站哪边。王总下去了，公司要重新理一遍，人事部掌握档案、任免考核，谁有问题谁能用，你比很多高层都清楚。我只想把自己的事处理完。离婚、财产、孩子，小林，别把公司想得太干净，也别把自己想得太无辜。你这种人，只是辞职回家带孩子，可惜了。回去先把王总这半年提拔、调位、加薪的人名单整理出来。不要走系统审批，直接发给我，只要办得干净，我保你。名单我可以按正式流程整理，提交人事部备案，再按公司制度给你。太讲制度，有时候不是优点，至少能让我睡得着。行，你先回去想想，公司不是婚礼现场，不是你想掀桌就能掀桌的地方。林浩，你要明白，你能走到今天，不只是因为你委屈，也因为你有用。我以为沈月倒了，王总降了，我终于能抽身。可那杯茶，那份名单，那句我保你，把最后一点侥幸都碾碎了。我递出的刀，正在被他反过来递回我手里。从李副总那张笑脸里，我看明白一件事：我递出的刀，正在被他反过来递回我手里。小林啊，王总提你做人事经理，时间不长吧？不长。接手之后，人事档案都看过没有？按岗位交接流程，核心档案和近期异动资料都看过。挺细。王总以前用人喜欢讲感情，公司发展到现在，感情用事就容易出问题。你在人事口应该比谁都清楚。人事部门只看制度和结果，任免、考核、奖惩都要有依据。有依据就好。最近公司大换血，很多岗位都要重新梳理。你觉得哪些人该留，哪些人该动？李总，岗位调整需要部门绩效、项目结果、合规记录一起评估，单凭我个人判断不合适。你倒是谨慎。那沈月的事情呢？婚礼现场证据一份接一份，后来海南项目的材料又刚好递到董事会能看见的位置。小林，你说这是巧合吗？沈月的事儿有个人婚姻事实，也有公司合规问题。海南项目的材料本来就应该进入审查流程。流程？如果流程挡不住人呢？补材料走更高层级审批。有人不配合，留下记录；有人销毁记录，查备份、查权限、查登录痕迹。王总留下的人不少，以前没人敢动，是因为上面有人护着。现在没人护了。如果公司成立专项审查，我会按职责配合。只是配合？我是人事，不是纪检，我只是提醒自己别越线。聪明人应该知道，站在对的位置，比守着一堆规矩更重要。规矩错了，位置也站不稳。好，既然你讲流程，那我们就按流程来。人事先做风险排序，没问题吧？小林，你是做人事的，最清楚这些人的情况。你觉得该先从谁开始？这不是让我提建议，这是让我递刀。怎么，
不好说。李副总，人事这边只能按档案说话。这几个考勤异常有记录，这个绩效连续2个季度垫底，这个去年供应商投诉过，流程上确实留了痕。就这些？目前能确认的客观问题就这些。那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形成小圈子？这个不在人事档案里。小林，你挺谨慎，谨慎是好事，但公司现在要的是效率。王总留下的烂摊子总要有人收拾。人事部会配合公司决定。配合？好，那你先回去，下午把这几个人的档案、考勤、绩效、投诉记录全都整理出来发给我。明白。动作快得像早就排好了队。我整理的档案根本不是开始，只是补证据。林经理，我为什么突然被约谈？调岗是不是处罚？我连通知都没提前收到。林经理，是不是你给上面递的名单？人事只按流程执行。他们明白，我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就已经是清洗链条里的一环。我的权限、签字、导出的每一份档案，都会变成别人手里的刀柄。我没有给他定性，可他还是第一个被调走了。林经理，李副总那边催得急。做得不错，以后公司用人还要多听你的意见。我不是被重用，我是被重用，我是被放到台前，替新上位的人证明旧人该死。婚礼那天，我以为把沈月撕开给所有人看，我就能喘口气。这个位置原本是我反击沈月的工具，现在钥匙变成了锁链。李副总要的不是人事经理，是一把没有刀痕的刀。背锅的是我，得罪人的也是我。沈月用我的钱养江浩宇时，也有一套漂亮说辞。工作忙，应酬多，我不懂他的压力。换个办公室，换个称呼，泥潭还是在泥，还是泥。不是受委屈，也不是怕李副总，我只是不能再把自己的人生压在别人的局里。儿子躺在 ICU 时，病危通知书是我一个人签的。沈月那天在给江浩宇办欢迎宴，连电话都不肯多接一个。我要保住的从来不是脸面职位，也不是谁输谁赢，是我和儿子的后路。公司可以断，沈家的尾巴还没断干净。沈国峰那天答应的痛快，房子、车、存款都归我，说会劝沈月签字，可离婚协议到现在还没落纸。辞职可以发，但在发出去前，我必须先把离婚定死。
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说。沈梦状态很差，医生说受刺激太大，离婚的事儿能不能先缓一缓？协议他看了吗？看了，可他刚被开除，外面又闹成那样，一时接受不了。夫妻一场，别把人逼到死路。医院楼下，你亲口说沈月净身出户，房子、车子、存款都归我。我是说过，可真落到纸上，总得给他留条活路吧？他没工作，名声也毁了，怎么过？他拿夫妻共同财产养江浩宇办婚礼时，没想过我和孩子。孩子进 ICU 那天，他也没给我们留活路。那些账以后慢慢算。你刚升人事经理，公司也麻烦，没必要把时间耗在家里的烂事上。所以你们的意思是，先拖着？不是拖，是缓。沈梦一提签字就发抖，你总不能让我押他去民政局吧？可以不去，今晚前把净身出户协议签字按手印拍给我，房贷存款归我，他转出去的钱我保留追讨权。林浩，你别太绝。婚礼现场你们让我闭嘴，张兰不认我这个女婿时，怎么没觉得绝？沈月毕竟是孩子的妈，你真把她逼到一无所有，将来孩子问起来，你怎么说？我会告诉他，犯错的人要付代价。给我日期，什么时候签？现在定不了。那就是不签。你可以先把上次的承诺写下来。我写了有什么用？婚姻是你们2个人的事儿，我能替他签吗？你不能替他签，但你能替他赖。别以为有证据、有公司撑腰，就什么都能按你的意思来。他要是想不开，谁都不好收场。这老狐狸，这通电话根本不是来求和的，分明是来试探我的底线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条件以书面为准，没有签字，没有协议，你们上次说的每一个字，我都会当成赖账处理。想签字，就等沈月缓过这口气。沈家不是需要时间缓口气，是想让拿时间换机会。私下谈，永远是他们占便宜。受不了刺激。孩子进 ICU 的时候，他想过谁受不了吗？林经理，中午好。可你输的比谁都难看。李副总要的不是我的委屈，是能继续捅进王总旧账的一把刀。从现在起，你要面对的就不只是离婚。林经理，相关原始附件请保持封存，后续我们会正式约谈。家里欠我的，公司吞下的，都该一笔一笔吐出来了。小林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这件事已经不再是我和沈月之间的私账了。小林，坐。李副总，有事您说。纪检刚调了沈月的档案，你也看到了吧？他这些年的履历、项目、人事关系，你最清楚。尤其他怎么被王总一路提上来，哪些人开绿灯，哪些流程被跳过，你这边都有痕迹。看到了，纪检要什么材料，按流程发函，我配合。流程当然要走，但有些东西流程查不细。沈月这种人不可能只靠自己。王总身边那批人，谁收过他好处，
谁替他压过风险？谁在人事任免上给他背书？你要帮公司深挖，深挖到什么程度？挖干净。他今天不是来问沈月的，他要借沈月这条线，把王总留下的人一个一个拔出来，而我就是他眼里最顺手的刀。李副总，我只是人事经理，所以我才愿意给你机会。小林，你有能力也有胆子，王总看错了人，我不会。等这轮调整结束，人事这块我可以让你真正说了算。小林，你什么意思？李副总，我辞职，辞职申请我会走系统发给你。沈月的档案和项目材料，纪检按流程调取，我会交接清楚。至于深挖王总旧部，那不是我的职责。你现在辞职，是不是心里有鬼？你知不知道外面多少人盯着你？这个时候走，别人会怎么想？我要是真有鬼，就不会把沈月推到纪检面前。别人怎么想，我管不了。小林，别忘了，你的位置是谁给你的？你现在把自己摘干净，未必摘得掉。所以我更要现在走。工资、权限，突然客气起来的眼神，这些东西诱人，但留下来不是在讨公道，是替李副总扩大战果。沈月欠我的已经进了正式流程，沈国峰想拖，沈月想躲，公司想借刀，我都不想再陪他们耗下去。我要卖房，越快越好。您先说一下房子的面积、楼层、贷款、产权情况。现在是夫妻双方都同意出售吗？房子后续会作为离婚清算的一部分处理，挂牌先走流程。资料我可以提供，价格按市场价略低一点挂，条件是付款快，流程快。您这个位置不错，如果价格有优势，看房会很快排起来。房产证、身份证、婚姻证明这些，方便先发我一份吗？以前我以为这本证能证明一个家，后来才知道，它只能证明一段关系在法律上还没死透。卖房不是冲动，我要现金。离婚沈家再拖，我就走诉讼。房子、车、存款，每一项都要清算。在他们眼里，婚礼上撕开沈月是站队，匿名材料拖下王总也是站队。李副总递刀，我接不接，都会被说成他的人。房子已经初步上架，刚挂出去就有人咨询。您看明天下午方便看房吗？后天上午也有2组客户想来。可以，明天下午2点到5点，后天上午9点到11点。那我给您排上，您这个价格确实有吸引力，估计今天还会有人约。我进这家公司是为了努清沈月瞒了什么。真相撕开后，他们以为我会往上爬，可我不想爬。我进来是为了结束。因个人家庭原因无法继续履职，愿按公司制度完成交接。这一次不是请示，是通知。又有客户想看房，今晚7点可以吗？周末能不能安排2场？还有一组客户说，如果房子没问题，可以尽快谈付款方式。这些预约像一条条从泥潭里伸出去的路。公司想留我，沈家拖离婚，可房子已经启动了，只要成交，我就有筹码带儿子走。目前预约已经排满了，后面我先帮您筛选。
林浩，你现在方便吗？我们再谈谈。谈签字，签字的事儿不是不签，只是沈月现在状态很差，张兰也一直在闹。婚礼那天事情闹成那样，沈月工作没了，名声也毁了。她毕竟跟你过了这么多年，你就不能再给她一点时间？沈国峰，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。你说沈月对不起我，沈家对不起我，只要能做到都答应。现在人找不到，协议不签，电话一打就是再等等，你觉得我还会信？夫妻一场，真要走到法院那一步，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沈月做错了，可她也不是杀人放火，房子车子我们可以按你说的来，存款那块能不能再商量？唉，她没了工作，总不能一分钱不给她留。不能。银行流水、转账记录、婚礼照片、结婚证附见证，孩子进 ICU 当天的记录我都整理好了。离婚是离婚，财产是财产。沈月婚内把夫妻共同财产转给江浩宇，这笔钱也会单独追。你们不签，我就走诉讼。你非要把沈月逼死吗？他在我儿子病危那天去陪江浩宇的时候，想过孩子会不会死吗？林浩，你现在是痛快了，可真闹大，孩子以后怎么看他妈？你把沈卫送上绝路，孩子就能好过？所以我更要把事情算清楚。孩子以后不需要一个拿他的救命钱去养别人的母亲，也不需要一个满嘴承诺转头躲起来的外公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接受口头承诺，所有沟通都留痕。协议愿意签，就按我发过去的版本签；不愿意签，我直接起诉。房子我已经挂牌，车子会做估值，存款流向会申请调取。沈月该承担的责任，一项都跑不了。你把房子挂牌了，那是你们的婚房，现在只是待清算的夫妻共同财产。沈国峰，情分这2个字，你们用完了。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沈月转给江浩宇的钱也不全是你说的那样。年轻人谈感情，有些花销说不清楚。你要是追太狠，江家那边也会被牵进来，到时候谁都不好收场。江家，你不是一直说这是我和沈月的家事吗？婚礼是沈月和江浩宇办的，钱是沈月转的，江浩宇收了。江家为什么会不好收场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林浩，你先别起诉，再给我3天，我让沈月出来跟你见面，协议可以继续谈，你别把材料往外递，也别去查江浩宇那边的账。晚了，材料已经准备进入正式程序，你们每拖1天我就多查1天。沈月的责任，江浩宇收过的钱，婚礼上谁参与谁知情，我都会列进去。林浩，已经开始查沈月和江浩宇的婚礼账。江家查江家的账，不知做我该做的事。材料我看过了，你现在要做3件事：起诉离婚，申请财产保全，提交孩子临时抚养安排。孩子我会带走，但地址会给法院和你备案。我不失恋，也不让他们随便打扰孩子。这样最稳。所有沟通继续留记，不要私下冲突。这一次不靠吵，不靠求，靠法律。证据不是为了报复，是为了保护我和儿子。我们快走了。
喂，林浩，房子有确定买家了。林先生，买家已经确定了，价格比您预想的低一点，但对方付款快，愿意先走资金监管，3天内签意向，后面手续齐全就过户。能不能尽快？您这是急着走？对，急着走。家具能不能留下？能。主卧衣柜里的东西呢？我今天清空。林先生，有些私人物品还是要处理好，免得后面扯皮。回执您收好，买家那边等贷款材料，后面就看同房时间。那不是单纯的钱，是儿子的雾化器，以后的房租，也是从这段婚姻里挖出的最后路费。爸爸，这个也不要了吗？先收起来。房子有买家，定金有回支，腾房有期限。沈家再想用家拖住我，也只能拖住空气。爸爸，我们是不是再也不等妈妈了？爸爸，我们是不是再也不等妈妈了？不是我们不等，是爸爸以后不让你等了。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是妈妈自己的事儿，可你咳嗽、害怕、想吃饭、想去医院，都不能一直等一个不回来的人。那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？不是你的错，大人的错不能让小孩来背。那我以后想她怎么办？想就告诉爸爸，但是我们不因为想他，就把自己的日子停下来。以后按时吃药，按时睡觉。爸爸带你去新的地方，找新的医院，住没有人吵架的房子。那爸爸也不难过了吗？爸爸会慢慢好。那不要等妈妈了。不等了。我不想再当任何人的刀。爸爸，我们走了，妈妈能找到我们吗？他有事情可以找爸爸，但不能随便打扰你。我睡觉的时候也不可以。对。我吃药的时候也不可以。对。我高兴的时候也不可以突然来。对。你高兴的时候，谁都不能突然把你吓坏。李副总，我今天来是完成交接。交接当然要做，但你这个位置特殊，王总刚倒，旧部还有很多问题没清，谁是谁的人，谁跟沈月项目有牵连，你比别人清楚。公司不会亏待有功的人，你能把沈月和海南项目材料理得那么清楚，说明有能力。留下来，我给你更大的权限。这话听着像赏识，其实是把一把新刀递到我手里，接了就得继续砍人。这里是我任职期间能接触到的全部人事资料招接目录，原件在系统里，纸质件在档案柜，钥匙和权限移交表都在里面。
小林，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？我明白，所以我更不能留下。你别忘了，你能升人事经理是王总点的头。现在公司在查王总提拔的人，你的离职卡一段时间不算难事。所以我准备了第2份材料，里面没有额外举报，我不是来威胁谁，只是不想再被任何一方当成筹码。小林，你这样的人太清醒了，反而不好用。我本来也不是来给谁用的。去办手续吧。谢谢李副总。房子有了买家，定金进了监管账户，真正的过户要等法院和离婚清算。但我儿子已经有了离开的第1笔路费。过去我总以为有些电话不能不接，现在不用了。爸爸，我们真的要走了吗？真的。妈妈会来吗？不会。那她会不会生气？他生不生气是他的事儿，你只要跟爸爸在一起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以后不用再怕晚上喘不上气没人管。林浩，你别把事儿做绝。沈月现在已经够惨了，你带着孩子离开，这算什么？算我尽父亲的责任。你真以为离了我们沈家，你能过得好？沈国峰，从今天起，你们沈家说什么都改变不了我的安排。离婚协议你们愿意签，就按之前的条件签；不愿意签，我走法律程序。你会后悔的。我最后悔的是以前接了你们太多电话。原来我最想要的不是谁跪下来认错，也不是看沈家怎么后悔，是孩子不用再在大人的谎言里等一个不会出现的人。离开不是一句狠话，是车票、行李、病历、证件和足够撑下去的钱。爸爸，手机又响了。是妈妈吗？不是。还以为声音够大，话够狠，我就会像以前一样停下来。爸爸，是不是因为我生病，妈妈才不喜欢回家？
不是。那为什么我那天在医院他没有来？那是沈月做错了，不是你做错了。你生病不是错，你害怕也不是错。大人该照顾孩子，没做到是大人的问题。证据要留着，但人不能再被他拖着走。爸爸，以后我们住这里吗？妈妈找不到这里吗？这里是我们的家，谁要进来都要先经过你和我同意。爸爸，我们真的住这里了。真的，今天先去附近医院建档，再去看看幼儿园。那我可以把积木摆在客厅吗？可以，这里没有谁会嫌你乱。新的生活不是一句重新开始，每一饭，每一盒药，每一条路线，都重新握在自己手里。爸爸，你今晚能陪我睡吗？能。爸爸，我们明天去看秋千。好。后天呢？后天去买你喜欢的碗。旧号码就到这里吧。那之后，我很少再想起旧城。他不再半夜传醒，也不再听见手机响就问是不是妈妈。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安静下去。前市场总监婚礼丑闻后债务缠身，已频繁出入地下牌局。沈月，沈某被开除后求职受阻，业内早已传开婚礼现场丑闻，信用卡、网贷、私人借款接连压下，他仍未收手，欠款从数万滚到数十万。这个字和他放在一起，居然不荒唐。他从前也是这样，输了不认，错了不低头。知情人称，沈某仍穿过季名牌外套出入牌局，手腕上已不见昔日名表，却依旧装作不缺钱。那时我恨不得把每一件事都摊在阳光下，让所有人看清他的冷血。可现在，他欠的钱，他输掉的人生，都跟我和孩子无关了。相关阅读：沈国峰、沈月涉嫌以结婚为名实施诈骗案，更多细节曝光。沈国峰涉嫌虚构婚姻状况，隐瞒己有配偶，诱导财产赠与，企图通过婚姻关系控制江家资产。原来他当初不是替沈月收拾烂摊子，他是在拖离婚，拖财产分割，拖我松口，也拖江浩宇彻底入局。所以，从沈月以未婚身份在公司筹备婚礼开始，沈国峰就知道，
他不但知道，还替他出主意。爸爸，没事儿，你玩。沈月没了工作，总得活下去，活下去。女人离婚后名声坏了，不好过，不好过。那时他以为我是破坏幸福的疯子，可在沈月父女眼里，他和我一样，都是能被榨干的对象。你既然爱他，就该给他安全感。所谓安全感，就是钱。如果那天我没带结婚证、转账记录和孩子进 ICU 的证冲进去，沈月就会清清白白嫁进江家。沈国峰的债，沈月的窟窿，都会被包装成投资、周转、合作，一点点塞进江家的口袋。我曾以为江浩宇是抢走我妻子的帮凶，现在才看清，他也是沈月父女选中的下一只猎物。抢别人婚姻的人，最后也差点被同一场婚姻吞掉。据悉，江浩宇的父亲是在那场被林浩搅怀的婚礼后报的警。江浩宇父亲在婚礼被迫中断后报警，首先清查婚礼账目，酒店定金、婚庆尾款、酒席加桌、珠宝首饰，以及沈月以各种名义要求江浩宇垫付的费用，金额巨大，多笔去向异常。爸爸，江家顺着账目追查发现，沈月并非所谓未婚女高管，她有合法丈夫和孩子，婚姻关系仍在存续，却在公司以单身身份和江浩宇公开恋爱，申请婚假，筹备婚礼。江浩宇以为自己遇到能共同经营未来的女人，实际只是沈月和沈国峰选中的下一根救命稻草。一时没想到大婚就是姻亲上司。林浩，我知道是沈月对不住你，我们沈家也对不住你。离婚的事儿我会劝他，孩子和感情你也多想想，别把事情闹得太难看。爸爸，这个给你。去玩吧。警方调取婚礼前后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和消费凭证，并核实沈月婚姻存续事实。沈月、沈国峰所谓误会和感情丘夫未能推翻证据链，检方认定两人以结婚为名，隐瞒关键事实，骗取财物，并存在继续图谋江家财产的明确意图。案件已经审理终结，将依法公开宣判。江家追查到底，是他们该做的清算。走到这一步，也是沈月和沈国峰自己选的路。爸爸，看我飞高了没有？高了，抓稳。半年了，我以为自己已经很少被沈月这2个字牵动情绪，可那4个字还是像钉子一样钉在屏幕上。沈月总得有个活路，你顾着孩子，也给沈家留点体面。他以为姿态放低一点，话说软一点，就能撬走我的存款，再把烂账拖成不了了之。就是他。当初他们把我当成破坏婚礼的疯子，后来舆论说那是闹剧，现在法院把它写成了案情。
共同隐瞒，共同推进，共同获利，3个共同，把他们锁在同一张判决书里。真判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当初婚礼闹成那样，原来后面还有这么大的坑。我等过沈月道歉，等过沈家签字，等过江某家报警后的结果，也等过这场宣判。现在一切终于落地。离婚案判决也下来了，孩子由你直接抚养，沈月按月支付抚养费。夫妻共同财产部分，法院认可他孕内大额转移财产的事实，你这边可以继续追偿。他现在坐牢，抚养费大概也拿不到。判决本身更重要，以后他或沈家想争孩子，先过这份判决。比起沈月坐牢，这一纸判决更像真正的结束。他告诉所有人，孩子以后不用再等一个不负责的大人。靠你自己还，肯定还不上。那怎么办？找一个愿意为你掏钱的人。2人共同商议，利用江浩宇对沈月的感情和江家资产，隐瞒沈月已婚、负债及赌债事实，以结婚名义索取财物，并试图婚后控制江家部分财产。怎么回事？以后我们好好过。他们每个人都在演，沈月演深情，沈国峰演慈父，江浩宇演无辜，张兰演受害者的母亲。婚礼被当场揭开后，江家开始追查转账、聊天记录、婚礼费用和沈月债务流水，相关材料最终成为证据。沈月以为我毁了她的婚礼，其实我只是把她亲手埋下的雷提前点爆。张兰在听到判决结果后当场倒下，目前仍在医院治疗。宣判当天，张兰守在法院外，沈月和沈国峰被押出时，他试图冲上前，被拦下后坐在台阶上大骂：“沈月10年，沈国峰10年。”张兰当场倒下。那张脸，我太熟了。林浩，你胡闹！你毁了沈月！你这种人不配当沈家的女婿！你就是杀人凶手！林浩，你怎么这么狠？沈萌再怎么样也是你老婆，她一个女人没了工作，你让她以后怎么活？他让我儿子进 ICU 的时候，也没想过孩子怎么活。爸爸，他会唱歌。别站太高，会摔。爸爸看什么？看新闻。新闻好看吗？不好看。那就别看了。是啊，没什么好看的了。沈月坐牢，沈国峰坐牢，张兰瘫痪，沈家那张曾经压在我身上的网，终于烂成了一地。
同组相关新闻：江浩宇。报道显示，江浩宇曾在公司公开发请帖，接受同事祝福，佩戴沈梦赠送的名表，站上婚礼舞台，等待见证幸福。可那场婚礼最后见证的不是幸福，而是一场骗局。江浩宇不是无辜的人，他享受过沈月给他的偏爱，也享受过在我面前抢走一切的胜利感。据悉，江家已将江浩宇送出国，短期内不会再让其参与其家中任何事务。一句送出国看起来轻飘飘，里面全是切割。江家要保脸面，也要让他离开所有议论的中心。婚礼当天，江浩宇所谓心口疼需要急救救的情况，事后经医疗记录核实，并不存在外界传言中的严重心脏病。李浩，你这是要害死人呐！浩宇有心脏病，他要是出了事，我跟你没完！别闹了，真出人命怎么办？只要江浩宇真有事，我拿出的所有证据都会被那场救护车的声音盖过去。没有心脏病，没有危急抢救。那天所谓的病发，不过是他们慌乱中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可惜，稻草也是假的。不用再找谁算账，也不用把这些新闻转给任何人。所有人都已经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得到了该有的结局。看到心脏病系伪装那一行，我忽然觉得那场荒唐的婚礼终于彻底结束了。看到心脏病系伪装那一行时，我忽然觉得那场荒唐的婚礼终于彻底结束了。沈月被判10年，沈国峰被判10年，张兰中风瘫痪，江浩宇被江家送出国。该来的都来了，该还的也都还了。那一瞬间，我没有想象中的痛快，也没有大仇得报后的激动，只是觉得肩膀忽然轻了一点，像背了很久的一袋湿沙，终于被我放在了路边。爸爸，看我！抓稳了啊！抓稳了！爸爸，再高一点！好，再高一点。爸爸，明天还玩吗？玩，明天玩，后天也玩。那你不走吧？不走。那我也不走。旧城里的那些名字，终于被我留在了旧城。从今天起，都不再是我生活里的阴影。我有自己的日子要过，有儿子的饭要做，有他的药要备，有幼儿园要看，有每一个平常又踏实的明天要等。以后，我要为我们爷俩好好活。